Hello，大家好。前几天的五一假期里，终于等到了 Automatic 11.11发布的 WebUI 1.1新版本，感谢这位大佬的一个付出。这个版本呢，它主要支持了 Touch 2.0，在推理加速方面更快，效率更高了，特别是对40系显卡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加成作用。还有其他的一些更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官网查阅相关的信息。同时，新版本也解决了很多的一个 bug， 在这个 1.1.1 版本也修复了这样的一个 bug， 感兴趣都可以进来看一看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本地部署这个 WebUI， 它会自动安装 Touch 2.0。如果你之前已经部署过 SD WebUI， 想使用新版本，那就需要进行更新。当然，更新之前我还是建议你做好软件的一个备份。下面我就教大家怎么去更新最新版本的 WebUI。你找到我们的 WebUI 这个文件夹，你要做好备份，然后点进去到我们的 WebUI 的主目录，然后点到这个地方，输入 PowerShell。或者是 CMD 都可以，然后你再按 Enter 键，然后就会弹出这个窗口，在这个窗口里边你输入 get pull， 然后再按 Enter 键，然后它进行运行。你可以看一下，它这里运行的非常的快，就进行了一个更新。到这里更新完成之后，你插掉这个，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找到这个 WebUI User 点 bat 这个文件，然后你右击，在这里你要去选择编辑。来到这个窗口之后，我们需要在这里输入一行命令，我们先把这个删掉。这个命令是这个，我会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复制粘贴到这里来。然后这个命令弄好了之后，你点这里的文件保存，保存好了之后，这个窗口你可以关掉了。然后关掉了之后，你重新双击启动这个文件，然后它这里就会自动去下载我们的 Touch 2.0。然后我们可以关掉这个窗口，我们又回到这个文件，然后同样在这里进行编辑。然后你把这个就是删掉，然后在这里保存。然后我们再双击启动这个脚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 WebUI 了。好，这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地址，你可以按住你的 Ctrl 键，然后点击它，打开这个网址，也可以进行复制，在浏览器中打开。我们来到这个界面，我们看一下新版本对用户界面的一些改动，比如说我在这里去输入一些提示词。然后我们要对提示词里边的一些关键词进行权重的调整。我们以往的一个版本就是它的快捷方法是要用鼠标，然后去选中这个词，然后再按键盘的 Ctrl 加上键或者下键，然后进行调节的。但是现在的一个新版本就不需要这样去选中这个单词了，而是只需要这个光标在这个词的当中，然后你再按 Ctrl 键加上键或者下键，这样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调整了。这是新版本的一个小改动。然后第二个改动，你可以看一下脚本里边的 XYZ 图表，然后这个地方，这里是我们以往的一个版本，我们看一下以往的版本是怎么样的。这是它的 XYZ 图表，我们在这里，比如说我们选择采样方法吧，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图标，你点它，它就会把所有的采样方法都会录入进去，然后你要手动进行删除，你不需要去测试的一些数据，就是这样去手动删除，而且也不是那么好看，就是这样去手动删除的。但是新的版本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同样在这里选中 XYZ 图表，对吧？然后在这里我选中的是这个采样方法，然后这里这个图标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去直接就是把所有的一个数值录入进去，然后它可以点后边的这个，然后进行删除，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很直观。你也可以点这里全部删除，然后它这里还增加了一个下拉的一个选项，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选择。看到没？这样进行选择，
明白了吗？然后这边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类型，然后你在这里可以快速的删除你不需要的一些数值，这个比以往要方便很多。这是第二个改动。第三个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设置里边主题的一个设置，像以往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设置需要去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插件，但是现在新版本你可以直接点这里的用户界面，然后这里就可以进行主题的一个改动了。你选择好你的一个主题之后，比如说选的是这个，对吧？然后你点这里保存，重新启动你的 Web UI 就可以更改你的主题了。这是第三个改动。第四个呢，在这里扩展还有一个功能，这个地方插件以及 Web UI 的一个备份和恢复的一个功能。像以往我们在这里已安装、检查、更新插件，有时候会由于插件本身的一些问题或者之间的冲突，导致我们 Web UI 出现一些问题。那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进行一个备份了。它可以备份我们的插件，也可以备份我们的 Web UI，甚至两者都可以进行一个备份。然后这个地方是输入你备份的文件名，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 test 这样的一个文件名，然后我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备份，它就会备份成这样的一个版本。你可以看一下，往下拉，这里是你正在使用的插件以及它相对应的一个版本号，它不是备份的插件的文件，而是备份 get 上提交的哈希值。如果你发现某次的一个更新出现问题，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你之前备份的那个文件，然后点这个橘色的一个按钮，然后就可以回到之前的这个版本的一个状态了。这是这个功能。然后下一个，比如说我在这里，然后去跑多张的一个图片，我把这个，你可以点到这个地方，然后回到我们的新版本的这个页面，然后你点这里进行复制，你点这个箭头，它就可以把我们之前的那个参数就是复制过来。当然的话，我这里不要那么大。我就需要512的一个图就行了，然后这里我改成了随机的一个种子，然后其他我就不更改了。然后在这里我们要跑多张的一个图，然后呢，在跑图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不小心刷新了这个页面，或者是丢失了链接，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像以往的一个旧版本，我们同样把这个相同的一个设置过来。然后这些设置好了，像以往我们的一个版本，然后你点生成，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进度条，但是在生成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不小心刷新了这个页面，然后你在这里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它这个图依然是在跑的，你看到没？依然在跑，然后你没办法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跑图的一个过程，然后最终跑完了之后，你还是看不到，你看到没？还是看不到。那我们新的一个版本它会怎么样？新的版本，比如说我在这里同样点生成图片，它生成4张图片，然后在这里它去有一个进程，然后我们不小心刷新了这个界面。你看一下新的版本它会怎么样？新的版本它这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蓝色的图标，你点它。你看，它就可以恢复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进程了，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明白了吗？这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功能。下一个在图生图里边也有改动，比如说我们就这张图吧，然后我们把它传到图生图。像以往我们要改变这个图片它的一个分辨率，我们以往是在这里进行手动的更改，比如说我要改成1024乘1024，但是现在的一个新版本，它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一个倍数，然后就可以放大图片了。这样的话，它就从512调整成1024乘1024了，就是这样进行一个倍数的一个调整的。这是图生图，然后新加的一个功能。当然，像新版本还有其他的一些调整，大家可以下来去研究一下。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